你相信玄学吗？这是近代中国最诡异的新闻之一。当年四川成都挖出了一座镇水兽，而从那之后，成都就遭遇了百年难遇的大暴雨，无数市民强烈要求把镇水神兽移回去。2018年夏天，中国四川省的上空就好像被人捅了一个窟窿一样，从6月24日到7月11日，持续大暴雨，整整下了17天。四川省境内10多座大桥在同一天垮掉，甚至在广汉境内的宝成县铁路桥也被冲垮，当时经过的列车有2节车厢直接掉进了河里。这场持续大暴雨天灾造成四川省62个县 93.2 万人受灾，其中6人死亡，72人下落不明。事后，一封成都市民的来信发出了愤怒的请求，因为在他看来，最近的所有水灾都与曾经被挖出的镇水兽有关。这名网友说，老祖宗留下的犀牛从哪儿搬去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就重新放回哪儿去。老祖宗既然留在那儿，就是有道理的。根据中国史料《华阳国志·蜀志》上记载，当年秦朝李冰在修建都江堰时，命人打制了5头石犀作为镇水石神，而神兽被精确地以不同方式摆放在不同位置，构成神兽风水阵，以此阵来压制水晶。而神奇的是，从那以后，成都似乎很少发生大规模的水灾。千百年后，当镇水兽被无意挖出，成都却遭遇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特大暴雨，这一切究竟是巧合，还是真的惊动了风水阵，从而引发这场水灾浩劫？今天，跟随眼见古今，一起去探究这起镇水兽灵异事件。先说说1973年首次发现镇水兽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当年成都市计划在天府广场旁盖一座新的电信大楼，要盖楼自然要先打地基，就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们有了异样的发现。在挖开天府广场下的土地后，原本全是软质泥土的地下突然出现了一块巨石，尤其是随着巨石露出泥土的部分越来越多，工人们在仔细观察后发现，这并不是一块自然出现在这里的巨石，因为它上面有着清晰的刻线，一看就是人造物品。他们意识到应该是挖到古董了，于是迅速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文物保护部门，请求相关专家来到现场进行勘验。成都市的文物部门得知此事后，迅速安排了文史专家前往现场。到达现场后，考古专家发现现场只能看到镇水兽一点点的影子，而看不到全貌。于是为了弄清楚这个镇水兽的真正模样，他们与施工队的工作人员联系，希望他们继续挖掘，将整个镇水兽挖掘出来。然而施工团队在几经尝试后，发现根本无法将镇水兽取出，因为这个镇水兽足足有几吨重，完全超过了当时吊车的起重范围，根本无法将它完整的挖掘出来。而也就是因为没能仔细研究，专家们对于镇水兽的身份也产生了错误的判断。当时他们认为这个石兽应当是5代时期宣华院瑞兽门前的石狮。考虑到暂时无法取出，四川省的文物部门就决定将这个文物彻底埋起来，然后在其上方继续修建电信大楼。这样一来，这个神兽也算是被保护了起来，不会被人偷走，也不会被人破坏，但它也因此被人遗忘在了这里。直到几十年后，又一次破土动工，它才终于得到了现世的机会。2012年，成都市政府计划拆除电信大楼，兴建四川大剧院。工人们在挖掘地基时，突然有人惊呼：快来看，这坑里趴了一只怪兽！工地上很快聚集了一群人，再一次开始围观这尊被人遗忘的神兽。此时的考古技术和工业技术已今非昔比。2012年12月16日，石兽终于露出真容，它看起来好似犀牛，被埋在3米多深的地底下，是用一整块的红砂岩雕刻而成，整体呈站立状，被侧身埋在土壤之中，头东尾西，造型完整，耳朵、眼睛、下颌及鼻部雕刻简练，画风有一种原始的美感。2013年1月8日，
石犀牛终于从大剧院工地中被完整地取了出来。据当时新华通讯报道，这天一大早，天府广场东北侧的考古工地内来了一辆大型吊车，简易雨棚被移开，神兽腰间被缠起绿色的布匹，整个五花大绑。上午11时30分，工作人员挥起一根细棒，在石兽后背轻轻敲打几下，似是一种农夫鞭策耕牛的仪式。而后随着20多米长的吊臂移动，将这尊被五花大绑的神兽缓缓吊起。近10分钟后，完成翻身的神兽在探方内站定，威武气势一览无遗。此时是人们第一次看清了神兽的完整样貌，专家们觉得它应该不是之前以为的石狮子，因为它长 3.3 米，宽 1.2 米，高 1.7 米，重达 8.5 吨。头部呈一个圆锥形，中间一道凸起，应当就是它的嘴巴。2颗圆形凸起则是眼睛，一对大耳朵看起来既像猪又似像。它的身上有许多像铠甲一样的装饰，仔细看是大小不一的云纹。脚上明显能看出2瓣蹄，在屁股上还能见到一条小尾巴。如此粗壮的四肢和硕大的身体，看样子就是为了镇守一方而生。专家们将神兽围在中央，不停地翻阅古籍，终于在《蜀王本纪》中找到了一个可能的答案。江水为害，蜀守李兵作石犀5枚，2枚在府中，1枚在石桥下，2枚在水中，以雁、鸭、水晶，因曰犀牛里。这段古文说的是，当初成都的水患问题十分严重，时任太守李冰就下令制造了5只石质犀牛，其中2只埋在了郡守府中，1只埋在了石桥之下，另外还有2只投入了江中，以这5只神兽来镇压水晶，制止水患，所以镇水兽也被称为犀牛里。而随着这只镇水兽一起出土的，还有一些古代文物，时代从战国到明清均有，其中发掘出的瓦当明显涂过红漆，而发掘出的地砖也有精美的纹饰，再结合古时的成都地图，可见此处正是王府范围内。随后专家们也在视频开头提到的《华阳国志·蜀志》史料上找到了相同的记载。有了大致的猜测之后，就应当验证这一结论了。不过在这一步上却遇到了一个难题，因为这镇水兽是用红砂石雕刻而成，而这种石头目前没有有效的手段去测定它的年代，只能根据埋藏的深度大致知道石犀应当是在秦到西晋这段时期被埋入土中的。想用物理化学手段去确定镇水兽的年份肯定是行不通了，只能靠现场的专家们根据镇水兽的雕刻风格进行大致的估算。从它朴实粗犷的外观以及周身简单的线条装饰来看，在东汉时期的蜀国文物中并没有相似的物品。这种圆雕风格明显更符合秦朝时期的文化特点，因此再结合古籍所述，专家们基本上可以认定，这头镇水兽就是当初李冰铸造的5只神兽之一。不过对动物有了解的朋友可能会说，中国没有犀牛啊，那这个造型来源于哪儿？又为什么被埋在这里呢？虽然当时的学者们也有同样的疑问，但是他们眼下却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要对这只镇水兽进行抢救。前面已经说过，石犀第一次发掘时因为取不出来，所以就地填埋，直接在上面盖楼了。虽然当时的工人已经尽可能在建筑过程中避开镇水兽，但奈何它所处的位置就在电信大楼规划位置的正下方，所以在打地基的时候还是不可避免地对镇水兽造成了损害。当时有4根钢筋必须打在镇水兽的位置，因此在它身上留下了一些坑洞，而打完钢筋之后自然就是要浇筑混凝土，所以这次镇水兽被挖掘出土时，左侧身躯几乎完全被混凝土包覆其中。而在2000多年的岁月里，镇水兽也有了一定程度的风化和表皮剥落等问题。可以说，此时的镇水兽一身都是病。为了抢救这件珍贵的文物，考古队采取了一系列科学和细致的保护措施。首先，
考古队使用机械清除了镇水兽表面覆盖的大部分混凝土，随后对于面积较小、覆盖层较薄的部位则改用人工砂模，以避免对文物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即便已经可以把镇水兽挖出，但是它的体积还是过于巨大，在当时还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安置它。所以在抢救过程中，为了防止太阳直射、酸雨等对文物造成更大的损害，考古队特别搭建了保护棚，为镇水兽提供了一个临时的保护环境。因为常年埋在土层之中，无论是地下水还是泥土都含有大量的盐分，这些物质会对镇水兽造成严重的腐蚀，并且已经渗入了石溪体内，造成了风化和粉化等问题。为了去除镇水兽体内的盐分，文保专家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即用湿纸浆或湿宣纸吸附在镇水兽表面，仿佛在给镇水兽面膜一般。等待镇水兽体内的盐分富集出来并凝固在面膜表层，就换上新的纸张。这一过程持续了很多天，直到在没有肉眼可见的盐分析出才停止。脱盐成功后，又针对镇水兽的风化、粉化情况进行了加固处理。后期还根据镇水兽的整体风格和造型走势，对固化后的镇水兽进行了局部修补，这才能确保将镇水兽尽可能还原到雕刻时的样子。在2013年初，因为对镇水兽的抢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为了让生活在成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看一看数千年前留下的神兽，镇水兽在金沙遗址博物馆进行了为期20天的短期展览。这也是为何会有人以为镇水兽失踪存放在了那里。实际上在2016年时，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就将暂存于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镇水兽移交给了位于天府广场的成都博物馆，直到今天仍然作为一件重要的文物在其中展出。可以说，这头镇水兽在2000多年的时光里，一直在默默守护着成都。公元前256年至前251年，李冰被秦昭王任命为蜀郡太守，也就是大概相当于今天当成都市长。当他到达蜀郡之后，利用丰富的水文知识，结合道法自然的思想，修建了数千年后仍在发挥着作用的都江堰。自此成都一改贫瘠模样，最终成为了天府之国。而他之所以能完成如此伟大的成就，在很多人看来也与他对成都风水的改变有关。古人认为他们神兽能够影响风水，因此你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无论是达官贵人家门口的石狮，还是皇宫中屋檐角上的瑞兽、风水神兽的身影，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而李冰命人打制的5头石犀，精确地以不同方式摆放在成都的不同位置，也是为了构成了一座神兽风水阵。而作为阵眼的神兽之所以选择犀牛，也有着现实和神话2方面的考量。其实在1922年之前，中国都是有野生犀牛的。早在殷商时期，中国大部分盐水地区都能看到犀牛的身影。但是因为中医之中将犀牛角当作一味十分珍贵的药材，犀牛的皮甲也是重要的材料，所以人们始终没有停止过对这种生物的猎杀。一直到20世纪初，因为始终缺乏保护观念，犀牛才在中国灭绝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古人能够造出以犀牛为原型的石像，因为那时他们对这种动物还是比较熟悉的。而在神话中，犀牛或者说具体到犀角上是具有分水的本领的。这所谓的分水有2种表现，一是如字面意义一样可以分开水流，视觉上看来就和摩西分开红海差不多；二是犀角于雾中不湿，也就是说空气潮湿的时候，犀角上也不会凝结水滴。这个感觉就比较类似于今天的疏水材料，就是水滴没法挂在上面。之所以有这种传说，是因为古人观察到犀牛角长在鼻子上，下水游泳时速度够快，水波会向2边明显分开，就像是主动在劈波分水。太平御览记载，据海有大溪，其出入有光，水未支开。但在民间还有一种传说，
如《太平御览》中就记载了一个故事：温峤还武昌，置牛渚鸡，云其水多怪物，遂会犀角而召之，见其形一状，或诸衣，乘车马。乔梦人曰：与君幽冥道别，何苦相召？其中讲的是一个名叫温峤的人，路过牛渚鸡时，听说这个地方水鬼众多，于是他就拿出了一根犀角，点燃之后，果然见到了水中的异象，里面有人穿红衣，有人坐车马。当天夜里，温峤还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人前来怪他，大家本该各自前行，为何要用犀角招我？这个故事最初记载于东晋年间，可见从那时起就有了犀角可让鬼怪显形的说法。也是因此，犀牛就被当作了可以震慑水中邪祟的神兽。而在中国古代思想中，风水一直是十分重要的一个说法，尤其是在建筑业中，更有匠人全都学过鲁班书，懂得奇门遁甲的说法。在古人眼中，世界就像是个巨大的棋盘，山川河流、城镇乡村就像棋盘上的刻线，只要在关键之处落上一字，就可以成为与天斗的胜负手。而各种各样的风水石兽就相当于这些棋子。李冰设下的风水阵，在他当时看来就可以起到调和蜀郡的气的作用。在风水学中，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代表着生命力和能量。一个好的风水阵能够聚集和引导气，使之流动顺畅，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自然也就能安居乐业。从结果上来看，当李冰埋下5只石兽之后，蜀郡确实一改往日贫瘠之状，逐渐成为富庶之地，乃至最后成为了天府之国。虽然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都江堰这座伟大的水利工程，但是对古人以及部分现代人来说，风水才是最关键的。所以在视频开头讲的，当镇水兽被挖出之后，四川发生了特大暴雨灾害，有不少人都认为就是考古队当年破坏了古人设下的风水局。毕竟在神兽被挖出半年后，都江堰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山体滑坡，川北川西等地直接变成一片汪洋。只是当年的网络还不够发达，风水被毁只是在坊间口耳相传。直到2018年再次发生水患，这件事在网络上又被提及并迅速引爆，才诱发了民众强烈谴责成都政府，要求将镇水兽归还一事。因为当时的民众十分激烈，成都市文广新局不得不公开回应了民众的担忧，解释道，石犀其实除了最开始在金沙博物馆展出过一段时间，之后就运回了天府广场，从未离开过他镇守的这片土地。事后，成都警方还逮捕了在网络上传播成都水患与神兽有关这一说法的编造者。更有川大教授出来站台说道，即便这只石犀真是一只神兽，它掌管的也只有岷江流域的流水，而管不到天上的降水，所以天上的暴雨只是自然现象，让群众不必担心。只是纵观世界范围内发生过的奇闻异事数不胜数，科学原理对这个世界的解释也还远不够全面，所以其中是否有着一些神秘因素存在，也犹未可知。如今蜀郡的人们仍在为了纪念李冰为四川人民带来的数千年的福利，每逢节气或节日就会举办盛大的祭祀典礼。比如在成都的都江堰区，一到了清明的时候，当地人为了祈求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人们就会举办一场十分浩大的名为放水大典的祭祀仪式，这是川西平原源远流长的传统习俗，因此清明节也在此被称为放水节。放水节也分成了几个时期不同的仪式。每年的冬天，水流变小枯竭，原住民们就会在曲手用特有的骂茶节流法修建一个小型的临时围堰。如果是内江工事需要修整，就拦水入外江，而维修外江时就拦水入内江。而到了清明时节，内江灌溉区需要用水，就会在曲手举行隆重仪式，撤除拦河骂茶，放水入灌渠。
这个仪式就叫开水。唐朝清明节在岷江岸边举行的春秋射牛戏就是最早的放水节。公元978年，北宋政府正式将清明节这一天定为放水节。其实纵观中国各地，都有不少有名的镇水神兽的故事。比如位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东堤的镇水铜牛，筑于清乾隆年间，如今还安安静静地卧于昆明湖畔。之所以选择铜牛，是沿袭自古代的传统。相传大禹治水时，每治好一处水患，就会筑一头铁牛沉入水底，以压制水怪。这种做法后来演变成将铁牛放置于岸边，成为镇水的传统。李冰选择犀牛也有这部分原因。到了清朝时期，因为乾隆好大喜功，自比尧舜禹，所以在治水方面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他让工匠在昆明湖东侧铸造了这只铜牛，同时为了显示国力的强盛，又让工人给铜牛镀了金。同时在铜牛背上还刻下了一篇《金牛铭》，大意是讲乾隆效仿大禹，铸造铜牛镇压水怪，保佑昆明湖不再决堤。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因为昆明湖地势较之子进程更高，因此每当涨水之时，就会将湖水倒灌入紫禁城中。乾隆铸造这只铜牛，就能起到很好的观察水位的作用。如果湖水超过铜牛太多，就要提前准备防汛防涝，自然可以避免水患。另外一个比较著名的镇水传说，同样在北京。相传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之后，来到北京兴建都城，这个重任就落到了开国功臣刘伯温和姚广孝的头上。二人都是当朝丞相，也都懂得玄学术数，因此才能辅佐朱元璋建国。此时既然要建首都，首要任务自然是确保京城的环境安稳，不能发生洪涝或是地震等灾害。如果按照现代的地理学说来讲，城市就是要建在大陆板块中央，而不能建在交界处，就可以避免很多自然灾害。不过在风水学大师的眼中，想要国土安稳，最重要的就是稳住所谓的龙脉。相传两人从山上俯瞰京城，发现城中龙脉之上竟然分布了9个海眼，也就是地下水脉直通东海的地方。想要保京城安宁，就必须镇住这9个海眼。根据风水学原理的一番推算之后，两人算出要在如今北新桥的位置建造一口井，才能稳定水系。然而深井打通之后，竟在其中发现了一条来自东海的恶龙，只要有它在地下兴风作浪，北京城就永不得安宁。于是刘伯温又命人铸造了3条镇龙锁，施法将恶龙锁于井底，这口井就命名为锁龙井。只是刘伯温纵然道法通天，也不能永远把龙这种神物困在此处，于是设下了一个骗局。他对恶龙说，只要井旁的桥变旧了，恶龙就可以从井中出来了。可当刘伯温回到地上之后，立刻修了一座汉桥，并亲笔题名北新桥。从此这座桥永远不会变旧，恶龙自然也就没有了出头之日。日后关于这口锁龙井还有着更多离奇的传说，如果有观众感兴趣，可以留言告诉我，我再给你们讲讲刘伯温建造北京城的故事。只是今天主讲与水有关的，所以就不再多说了。连绵不断的暴雨造成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损失，对四川百姓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因此而引发了一场关于风水学的讨论，也是情有可原之事。毕竟从民众朴素的情感角度出发，自古以来，一旦遇到人力所不能及之事，总是要寻求一个说法，才能让人安心。至于这只石溪镇水兽究竟有没有神力，或许还要等到找齐5只之后才能有个说法了。风水这一学说在中国流传的历史，几乎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录相当。即便经过数千年的演变之后，在今天也仍有着大量相信这一学说的人们。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家庭装修，很多人还是习惯请个大师来问一问。当遇到大事的时候，更是会将玄学也当作一种解释的手段。
那么不知屏幕前的你，是否也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理解？是否也会相信，在科学之外，还是有着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理呢？